你的父母是做什么的呢？做农的，台湾做农的。就是种一些水稻什么的吗？我们比较山上做茶叶，但现在到我爸爸他们都不在了，我哥哥他们啊，还有孙子他们、侄儿他们还在继续做茶叶的工作。那我小时候也是要帮忙做茶叶，采茶啦哈，炒茶啦，晚上要炒啦，这个过程，他们都还一贯的都还在。那是什么茶呀？乌龙茶。乌龙茶。台湾乌龙茶。台湾乌龙茶。很好的。台湾有高山茶、乌龙茶很多种，但是我们那个地方就是产乌龙茶。南投。乌龙茶。大家都是做乌龙茶。山上嘛，比较山，可是空气很好，非常好。那你从小是在很自然、大自然的地方。你们兄弟姐妹几个？以前都是很多个，我有7个。哇，你是排行第几？对，最小。你是最小的。也跑到最远，他们都还在台湾。但是我离开学校以后，我就到台北做事呢。本来在土地代司工作，土地代司，我也学了一套土地代书，因为那个时候1970几年，台湾盖好多的民宿了、房子了，都是4层楼以下的，盖很多。那个他们要过户了，我就在土地代司那边工作，台北的三重那边，三重市。那后来我结婚了以后，我先生要来巴西，我只好都放弃了，所以我带着2个小孩子就跟着他来巴西。其实我对巴西一点印象都没有，真的不知道巴西在哪里，都不知道，地球找不到。然后当时因为有很多人都到巴西来，台湾人有一股移民潮。所以我是1976年出来的呢，那时候已经有飞机直达了。那因为台湾跟巴西没有邦交，那时候没有邦交，所以我们是从巴拉圭进来的。从巴拉圭进来很容易进来，然后你那个法律规定也很放松，只要你在这里有生意、有小孩子的话，你就可以申请巴西的国民身份证。那我们刚来也不知道要做什么，因为我先生是在电力公司，桃园电力公司上班。那有一个同事在这里，是他邀请我们来的，那他就安排我们住的地方。那我们开始要想在这边开始要怎么谋生，要怎么生活。但是这里是讲葡萄牙语，我们一点都不会，所以有朋友就介绍我们去某日，后来就找到一个饺子店。饺子店就是早期广东人来这边做的四个角的那个饼，那里面有包肉馅了哈，鸡肉了、牛肉了，还有这边的保密肚。保密肚就是椰子心做的，很好吃，就是做个生活。但是我们不会讲话，还好阿拉伯数字都可以通，多少钱我们就这样子，跟他用写的，慢慢的学习语言。相信呢，开店的话有接触就比较容易。那后来因为小孩子需要考，读初中了哈。我们就搬到圣保罗来，因为这里的大学公立不用学费，连医学院也不用学费，所以有时候你初中、高中给他读好的高级的学校，到大学的时候你就赚到了。所以我有2个儿子都是学医的，都是圣保罗大学医学院出来的哈。我也是到圣保罗来以后做生意，就是做假首饰的方面的生意，在25街小店，楼上的小店。
那我们来了那么久，我们也没有认真学葡文，就是第一代的很辛苦的。你如果一个家庭，你要小孩子跟你讲中文的话，你一定要一直跟他讲中文，哈，就家庭生活都用中文为主，你的葡文一定不好，你自己的葡文一定不好，你会想说，小孩子这里葡文不需要我们去督导，他们比我们会，因为他们有学校，我们有工作，我们没去学校读。那如果说一个家庭以葡文为主，你一直跟他讲葡文的话，你的葡文就很进步，但是小孩子一点中文都不会，这是有两种移民的困难在这边，语言方面的困难。就是说，你注重中文的话，你自己的葡文就牺牲掉；那你注重葡文的话，小孩子的中文就会比较牺牲掉，就是没有机会学那么好。所以我在家里，因为我有我婆婆，所以一直讲台湾话。我们的台湾话小孩子都会讲得很流利，不是说很深奥，但是一般都可以。但是台湾话不用学嘛，那中文的话，华文中文的话，他们就比较差，就后来学一点而已。他们没有上那种中文学校什么的？有，这里有天主堂，以前有天主堂，有中华会馆，都在教中文，但是对他们来讲很难。对巴西的小孩子来讲，学中文很难。那你觉得这个会中文和不会中文对这个亲子关系会有影响吗？当然有啊，因为沟通比较难沟通，那沟通很重要，一个家庭沟通一大的问题。那我是认为说，还是要学你本国的语言。那我们中国人、台湾人，我们来第二代就开始同化了。跟日本人结婚，跟巴西人结婚，跟意大利人结婚，那就把中国文化都没有了，所以很难传承。或许我们有一个浙江协会的余光老师，他就说，我们不要做末代的华文末代的写作人，可是环境所逼，没有办法。你说我们的第二代，他们可以听，他们可以讲一点，但没有办法写作又是另外一回事。只好现在翻译很方便，就是一下子翻译，他写葡文，一下子翻译中文，就是代表他。可是中国的文化就不同。那你小的时候带孩子是你婆婆和你们一起过来了是吗？她可以帮忙？我们来3年，我去带我婆婆过来。3年比较安定了嘛，然后我再去带我婆婆过来，然后她有每次3年她就会回台湾住一段时期，然后再过来，然后住一段时期她又回台，因为她的儿女都在那里。那她在这里签证什么的是怎么办呢？那是移民，也是我们移亲就把她叫过来。父母移亲很容易的。那他就也是有身份证？有都有。那你们来了之后还会叫其他的亲戚什么的过来吗？对，很少，因为我娘家都没有人过来。那你一直在这边没有亲戚？没有娘家的亲戚？我先生他有妹妹在这边。那你们刚开始来巴拉圭的时候是用旅游签证吗？对。然后巴拉圭很容易进到巴西是吗？旅游签证你可以住下来，因为巴拉圭跟台湾有邦交，你就可以住进来，马上就可以给你那个身份证，那3年就可以规划，规划你就南美洲都可以去了，到处去了，因为南美洲有一个南美协议你只要有身份证，不用护照，身份证你就到处就可以用。那你们在巴拉圭待多久？我们待1个多月。待1个多月。就有人带我们过来，我们就过来了。过来就在这边3年以后，我还去那边规划。那因为我过来这边，我有生小孩子，
然后就很快可以拿到身份证。身份证是没问题的，对我们来讲，身份证是不是很难的问题？我本来台湾我们都是佛教徒嘛哈，那后来这边也是找到佛教可以礼佛的地方、礼拜的地方。后来慢慢的我接触了基督教的教义，好像对我来讲比较适合呢。所以因为这边有神学院，中文的神学院是华人开的呢。这个礼拜他们庆祝25周年毕业生的毕业典礼，他们的学校有200多个人，大部分日本人、韩国人，还有巴西人，葡文部的比较多，我们华人的比较有限，都是几个人毕业，1年几个人毕业。当时我也是去旁读，那院长就鼓励我说继续读下去呢。那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，我大学组是肄业，我没有毕业，我读了1年，我就没有，所以没有那个名分。我需要读4年的，成为要再追求多2年才能够成为道学硕士。所以我读了6年的神学院，差不多有10年前我才毕业。毕业之后就可以当牧师吗？没有，毕业之后就是算一种传道，你可以实习，你可以在教会里面慢慢的实验嘛，当实习的阶段，然后有教会需要你，然后可以把你封牧，要有一段过程才可以当牧师的。牧师的责任也是蛮大的。那你加入这个教会，就是从佛教到这个基督教，也有一个过程，也有一个挣扎。我们华人在巴西居住，很少说没有，几乎等于90几%没有被抢过的，我们都被抢过的。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被抢？为什么人的心会这样子？你已经有了，还是要抢别人的呢？甚至于到你的家里，全部都抢劫的。以前发生很多事情，有时候你开的好的车子，马上就有人来跟踪，然后就要你的车子，你不给他还是反抗的话，甚至他把你打死，就很多例子。所以在这个环境当中，我们人都是会有一些惧怕，有一些你不可想象的，我们没有办法去阻挡的。那信仰给我们有一种很大的安慰，当时我是这样想。我也写老写，但是都是当时没有发表，就是有一个美洲华报，现在是改成美洲时报，它以前是美洲华报，你可以投稿，稿费当然是很少了就是说你有兴趣，你出去旅游了做什么事情，你有感想的话，你可以写一些，然后投稿在那边。这就是当时。那20年前我就参加南美华人作家协会，那时候只是南美华人作家协会，就是一个彭先生开启的，中国人，一个彭先生他发起的，然后就是2-3个月发行一本南美文艺，那你就比较有投稿的空间。南美文艺里面，那这边有一个刘国华先生，他做印刷的，也帮忙很多，帮忙我们印南美文艺，他投资，他赞助的，就是这样。那到后来，因为疫情期间以后，我们也是一直换代嘛人也比较少了，后来到现在没有了。那但是我们有10几年前有参加世界华文作家协会，是世界的，所以我有参加过3次。巴西的艺术学校
我去读了4年，专是美术的。他们讲的一些具体的构造啦，什么什么的艺术方面的文学啦，我听不懂，所以老师就会叫一个帮我翻译，半懂不懂的我的同学，所以我那个老师就称为说我是你的上课老师，也是你的翻译老师。而且上课的时候都很喜欢，我喜欢画人像，啊，这都是我画的了。以前画人像的时候，这是我们的牧师，我画他的。啊，这是台湾的一个重要人物。你照的照片画吗？还是照照片。他这些都不是人家叫我画，我喜欢，我看有灵感，我就赶快画这个人，不是说他们叫我画他。我喜欢说啊，这个人拿着那个带着那个小羊，很可爱，我就画。这个有时候啊，这个就是画我自己来的时候带着2个小孩子的。这一个护照的，照护照画的，就是玩而已了，没有说什么特别意义。对呀，我这个是一个台湾的画家，我很欣赏他。这个是巴西的一个很著名的画家林圣阳，啊，他这边也有画作在这里。这是你画的吗？这个是我画他的。他那个晚年的时候已经拿拐杖，我画他的。啊，这是我一个朋友，他的妹妹，日本人。啊，现在我眼睛没有那么厉害，我就不画人了，只画风景，画一些风景就这样。瓦树瀑布，你画的。这个收藏在台湾，移民很心酸，所以大家都在讲移民辛酸路哈。我们就是在这边跟台湾太远了，有时候你想亲人什么都要打一个长途电话，那长途电话蛮贵的那时候，所以都是用写信，写信要好久才会到，没有像现在网络那么发达哈，一下子我点一下就可以讲话看到了。当时刚开始的时候很心酸，很心酸，很辛苦，真的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，有那个乡愁的味道。那你们来了之后多久你回去台湾的？我3年才回去带我婆婆来，然后后来美国2年3年我都回去1次，所以家人跟我也不是很生疏啊。那时候我们都从台湾到香港去买一些东西，然后带过来。那现在没有了，现在就是有时候一回去就回去。很多人在台湾都有养老金可以领，我没有去申请。我觉得我在我跟台湾我没有缴过税，我没有付什么东西哈，医保什么的，我不需要。我在这里我就很满足。人要满足于现实，你就会快乐。不要太一直什么要争取什么争取不到又失落。对呀，比如说后来台湾就发展得很好。很好，我也没有想要回去，我觉得你和你先生没有想，没有。我们回去看一看，也许是气候的关系，我们很快我做不了2个月，我就赶快回来了。不是说台湾不好，就是台湾，就是你习惯了巴西，就会觉得说，好像小孩子也在这里嘛，你不会想说去那边，再回去落叶生根，不会的，就这样。这是我的想法啦，不知道将来有一天想要回去那边住，也不一定。